下班了，朋友们，时间过得好快啊，一晃又一年了，居住证又快到期了，今天去街道办给他续上，打卡下班。其实现在续居住证可以在网上办理啊，但是我来这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想了解一下，假如我以后不在这个厂里上班了，我自己买了一个零后就业险，到时候我小孩能不能参与积分，就是有没有那个资格参与那个积分入学，因为呱呱后年也上小学了嘛，这一点我对我比较重要，了解一下。居住证弄好了，然后刚刚积分的话，他说不归这里管，给了我个电话，我刚刚问了一下，他说就今年的政策的话，到时候买了零后就业也是可以获取到那个社保就业分的，也就是说可以参与积分，但是前提是要么就是有工作，要么就是买了零后就业，这下我就放心了。我之前最担心的就是零后就业，不能参与积分。哎呀，到家了，还谢谢没在家嘛，估计在睡觉。这个星期转夜班了，2班倒，本来是上中班的，上12个小时。现在太忙了，哎呀，做个早餐来吃。最近我迷上了这个烤鸡蛋，再烤2个这个红薯来吃。这个鸡蛋烤出来好好吃啊，好香啊，跟老家放在火里面，烤出来的差不多。红薯也不错啊，烤出来甜得很。用这个空气炸锅给它烤1个小时差不多了。要拿个盆垫着，要不然烤出来那个油啊滴的到处都是。鸡蛋放这里就好了，温度给它调到120度。里面有鸡蛋啊，如果温度太高它会爆，所以这个温度刚刚好。这个时间我先去把澡洗了。哎呀，洗了个澡啊，真舒服。没想到今年都11月份了啊，还穿短袖。哎呀，给它先翻个面吧。现在烤了半个小时了啊，然后这个鸡蛋给它稍微敲裂一点啊，然后用200度再烤20分钟就可以吃了。好了，可以开吃了。哇，好香啊！这红薯烤的，哇，里面都是这个桃呢。这红薯跟我老家的那个不太一样啊，我老家的那个是那种粉的，一般都是做来磨那个红薯粉的。哇，真的好甜！想问问大家，如果你们是我的话，会不会考虑离职啊？我从16岁出来打工啊，16岁都没满出来打工，到现在真的15年了。说实话，现在这个工作，抛开这个环境不说啊，其他确实还可以啊，但是继续干下去也是没有前途的。就像人家说的，温水煮青蛙。说现实点啊，我如果说只是光靠厂里这个工资，我也根本没办法买车买房，养一家4口。再来尝一下这个鸡蛋，看这样子，焦焦的，特别好吃。没既然吃过的，大家可以尝试一下，真的很香。这段时间身边好多朋友啊都在给我建议啊，有的说啊干这种涂装岗位啊肯定不能常干，然后有的就说现在出来啊你做别的也不好做，什么都不好做，包括我的父母啊，我老爸呢就说，外面工作不好找啊什么什么的，我老妈呢就说，哎呀这个伤害身体不要干了，回老家算了。所以反正各说各的都有道理啊，所以我现在真挺纠结的。我有时候想想这个人生真的挺有意思的。以前我刚面试这个厂的时候，我是面试的开叉车的啊，结果因为那个价年不到，然后就没面试上，然后我就做普工。不过也是啊，如果我当时面试上叉车了，或许我这后面一系列的人生都会不一样。因为我那个时候，做的普工之后，然后我在那个部门，然后去旅游去的那个阳江，然后就是因为某一件事啊，我就开始去摆摊了，也是就是因为去阳江那一次，我就去摆摊了。然后那个时候在这个做普工的也遇到一个同事，那个时候大家都在考虑买车什么之类的。后面我也买了个车，买了车之后呢，我又对自驾游特别感兴趣啊，然后刷视频，刷到人家自驾游去开车去自驾游，然后一边拍视频。那个时候我又迷恋上这个，然后我就感觉拍视频挺好的。然后后面等了2年，我又尝试拍视频。然后就后面一系列事情都不一样了。如果我当初真的开叉车的话，那我现在很可能不会坐在这里啊，跟大家聊天啊。所以我有时候在想，这是不是冥冥之中啊，这已经注定好的啊。所以说现在换了这个岗位啊，也是不是又是另外某一种这个新的这个考验啊，新的这个一个3岔路口一样啊，看我怎么选啊，选择不一样，然后以后的人生也不一样。